在我们进入今天的内容之前，我想先说几句心里话。在上一个视频美联储的历史发布之后，我又收到了不少批评，有观众继续质疑我的立场，说我没有赞扬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灯塔的地位，甚至有人认为我是在为专制政权说话。这些批评让我感到遗憾，也感到必须做出一次清楚的回应。首先，我要坦白地说，我对极权主义深恶痛绝。无论是中共式的极权专制，还是任何打着人民的名义却剥夺个人自由的统治体系，我都不会为其辩护，粉饰更不可能站在他们一边。我的立场从始至终是反对强权干预，反对货币垄断，反对国家对个人的系统性控制。也正因为如此，我才选择站在奥地利学派的视角，从根本的货币制度、经济激励和权力结构出发，审视我们所处的世界。今天的美国已经失去了开国先贤们的建国精神，早已不再是托克维尔笔下那个由自由、公民责任和信仰共同构成的共和国。有人说，美国的堕落是从前苏联的渗透开始的，其实不然。早在独立宣言绽放出绚丽光芒的那一刻，早在权利法案撰写成文的那些明暗争斗中，就一直有人想要摧毁或者奴役这个伟大的国度。南北战争所造成的撕裂从来都没有愈合，究根到底，它并不是黑人和白人的对立，而是自由共和国与中央集权之争的延续。表面上，那是一场奴隶制与反奴隶制的战争，实则是州权与联邦权、自由市场与国家干预、宪政秩序与政治工具主义之间的角力。此后的100多年，美国不断在自由与安全的天平上做出权宜，却从未真正回到建国的原点。每一次危机之后，中央权力都更加强大，财政赤字更为严重，货币更不自由。今天的美国已经被金融寡头、国家货币垄断和民主社会主义拖入了深不见底的信用泥潭。很多人还以为这是一场资本主义的胜利，其实它不过是穿上资本外衣的计划经济、财政专制与意识形态操控的胜利。这正是我开始做简单经济学这个系列的初衷。我并不是在攻击美国，而是在警告大家，真正的自由正在被金融系统悄然吞噬，而这种吞噬不是源于哪个党派的失误，而是人性的贪婪和制度本身的权力扩张逻辑。我之所以详细解析美联储的演变、石油美元的确立、美债市场的操控，不是为了唱衰美国，而是希望那些和我一样热爱自由、坚守责任的朋友们能看清，这个制度早已被它背后的全球金融与意识形态集团劫持，而不再是曾经那个明有、明智、冥想的建立在信仰基础之上的共和体制。如果说这让一些人感到不适，那我愿意承担这个不适带来的后果，因为今天的西方正在经历一次貌似自由民主的自我毁灭，用通胀掠夺人民，用债务捆绑下一代，用包容之名消解信仰与秩序，用安全之名建起数字监控的牢笼。这不是我所理解的自由世界。我反对的是一切形式的看得见或看不见的专制，无论他是穿着军装、高举党的旗帜，还是披着民主、进步和国际合作的外衣。奥地利学派早就警告我们，通往奴役之路很多时候不是从暴力开始的，它很可能是从一个看似无害的法案、一项预算赤字、一轮量化宽松开始的。这种温和、看似合理、技术中性的奴役之路才最致命。今天的美元体系、美债市场、央行权力扩张，正在把全世界拖入一场用信用与算法包装的全球控制。所以，不管你来自哪个国家，不管你认同什么意识形态，我想说，我们其实站在同一条船上。这不是明显的国与国之争，也不是所谓的左派对右派之争，这是所有向往自由的人与全球技术化集权的世纪博弈。而我所做的一切，只是希望在真正的崩塌发生之前，让更多的人看清世界运转的真实面目，让更多热爱自由的灵魂从隐蔽而柔性的奴役中觉醒。如果你和我一样珍惜货币自由、信仰自由和选择自由，那么我们就是同行者。在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法币体系出现之前，人类社会其实已经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货币演化旅程，而这条道路的巅峰就是经典金本位。首先必须厘清一个核心观念，金本位不是哪个政府、哪个帝王拍脑袋创造出来的，它不是一套发明，而是市场自然演化出来的结果。它来自于人类自由交易的秩序，而不是权力中心的意志。早在人类还处于以物易物的时代，
就已经逐渐意识到，某些商品因为普遍被接受、便于计量、保存价值能力强，而逐渐脱颖而出，成为货币。从贝壳到盐，从铜到银，最终的优胜者是黄金。为什么是黄金？因为它在自然属性上拥有一系列不可替代的优势。正如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所指出的，货币不是国家的产物，而是市场交易的产物。金本位是货币演化的最终阶段，是市场对货币选择的自然结果。黄金之所以被广泛接受为货币，不是因为它闪闪发光，而是因为它满足了一个理想货币所需要具备的所有属性。首先是稀缺性，黄金在地壳中的储量极少，开采成本极高，无法被人为随意创造，这使它天然具备抵抗通胀的特性。其次是可分割性，黄金可以被精准的切割、称量，在不影响价值的前提下，支持大额与小额交易的同时进行。再者是可携带性，相较于粮食、牲畜这类大宗商品，黄金具有极高的价值密度，方便运输和储藏，还有不易腐蚀、恒定稳定的特性。黄金不会氧化，不会变质，千年不腐，这意味着它能够长期稳定的储存价值，穿越时间成为信任的桥梁。在这些属性之下，黄金在多个历史文明中被反复选为交易媒介，最终演化出金本位制度，也就顺理成章了。金本位并不只是使用黄金交易那么简单，它是一整套货币制度，其核心原则是纸币必须可以按固定比价兑换为黄金，并且政府必须持有足够的黄金储备，来保证这一兑换机制的稳定运行。在这种机制下，国家的财政支出受到黄金储备的硬性约束，也就是说，国家不能无限制的印钞，因为超出黄金储备上限的纸币会立刻引发挤兑，导致货币体系崩溃。这正是金本位最重要的制度价值，它为政府信用设置了天花板。国家若想发动战争、推行福利、扩大债务，都必须有金可换。这种硬约束机制迫使政府审慎理财，不能随意挥霍。这一点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被高度评价。米塞斯、哈耶克、罗斯巴德等人一再强调，金本位是自由市场对国家干预的自然防火墙。在金本位下，市场的价格机制保持真实，资本结构不易被人为扭曲，货币供给由矿产决定，而不是中央银行的意志文件。这是自由经济秩序的保障，也是人类文明在货币制度上的巅峰尝试。到了1816年，英国正式立法确立金本位，规定金币作为唯一法定计价单位。这一举措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市场长期自发采用黄金的结果在法律上的确认。此后几十年间，全球主要经济体也纷纷效仿，尤其是美国、德国、日本等新兴工业国家也逐步建立起各自的金本位制度，这使得世界第一次拥有了一种统一、稳定且可自由兑换的货币秩序。各国货币之间通过黄金进行清算，汇率基本稳定，国际贸易进入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从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这段时间，被后世称为经典金本位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期，黄金可以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黄金的价格基本维持稳定，没有恶性通胀，也没有剧烈的信用波动。国际资本流动高效而透明，投资信心稳固，储蓄具有实际意义。普通人可以将工资换成黄金储存下来，不必担心哪一天国家用印钞来贬值他们的辛苦劳动。换句话说，那是一个真实价值与现实劳动紧密挂钩的时代，人类第一次体验到了一种可预期的、低通胀的、自由交易的货币体系。奥地利学派对这段历史给予极高评价。米塞斯认为，这种货币制度是自由社会中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它将货币从国家的手中还给了人民。金本位不仅是一种技术制度，它更是一种道德约束。它让货币的发行权从国家的任意权利中剥离出来，建立在稀缺、可验证的实物基础之上。这种安排正是为了防止政府出于政治目的操纵货币。在金本位下，政府的每一笔支出、每一次战争、每一张福利支票都必须拿出真金白银来背书。这种约束机制是对公权力的天然牵制，也是自由社会不可或缺的制度基石。而正是这种牵制，使得19世纪的经济增长更加真实而稳健，也使得资本主义的发展更加透明而健康。虽然在历史的进程中，金本位最终被战争、信用膨胀和国家干预所击败，但它所体现的货币原则和自由精神从未真正消亡。正如罗斯巴德所说，金本位不是过去的遗物，
而是未来自由货币体系的出发点。今天，当我们回望金本位，不仅仅是在缅怀一段历史，更是在思考一个问题：在一个信用泛滥、央行无限扩表、通胀如影随形的世界里，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审视那种真正建立在市场信任之上的货币秩序？这就是经典金本位的起源与特征。它不是权力的产物，而是秩序的演进；不是制度的偶然确立，而是自由的选择。刚才我们讲到，经典金本位曾为人类构建出一个几乎理想的货币秩序。在那个时代，货币有价值，信用有底线，国家也必须守规矩。但这一切在1914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戛然而止。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战不仅打碎了旧欧洲的地缘格局，更深远地说，它摧毁了金本位的根基。1914年，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冲突迅速升级为一场全球大战，全球列强几乎无一幸免地卷入其中。一个大问题随之而来，战争可是非常烧钱的。现代化战争的代价远远不是传统国库能够负担的，武器、装备、后勤、征兵、战损补偿，每一个项目都像一个无底洞。政府怎么办？没钱也得打，唯一的办法就是印钱。于是，在战争初期，几乎同步发生了一件事，那就是各国暂停黄金兑换。从英国到德国，从法国到奥匈帝国，各国政府纷纷宣布，银行不再按固定比例兑换黄金，纸币仍在流通，但它已经不在背后绑定黄金，它变成了政府的一种战争信用凭证。这等于宣布，金本位制度的契约在战争之下被国家单方面撕毁。接下来的故事，即使不了解那段历史，也几乎可以预测。各国政府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样，大量印发纸币，用来支付战争开支，补贴军工企业，发放战士工资。最初这些纸币还在市场上维持虚假的稳定，因为战争时期民众被动配合政府，一切为战争让路。但当战争不断拖延，损耗日益增加，滥发的货币就逐渐露出了獠牙，通货膨胀开始吞噬普通人的积蓄，商品价格不断攀升，储蓄贬值，薪资失衡，资本外逃，一系列问题在战争尾声全面爆发。最严重的例子就是战败的德国。1919年，凡尔赛条约签署，德国被迫承担沉重的战争赔偿，总额高达1320亿金马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在当时相当于47000吨黄金。德国政府陷入两难，一方面国内经济已经十分凋敝，另一方面又要满足盟国贪婪的赔偿要求，怎么办？还是那句老话，印钱呗。于是，从1921年开始，德国进入了一段史诗级的恶性通胀时期。到了1923年，仅仅买一块面包就需要整整一小车的马克纸币。工人的工资不是按月按周发，而是按小时发，不然你刚领到的工资还没买东西就已经贬值了一半。人们甚至用纸币生火取暖，因为那比用它去买煤还便宜。这场恶性通胀最终摧毁了德国人的信任、资产和生活，也为后来的社会极端化和纳粹崛起埋下了伏笔。德国的情况只是比较极端，但绝对不是孤立。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俄罗斯，一战之后许多国家的货币体系已经崩坏，各国纷纷尝试恢复金本位，但都吃惊地发现回不去了。为什么这样？因为战争留下的不只是账单，还有结构性的制度破坏。国家财政依赖印钞，就像吸毒成瘾一样，很难再戒掉了。中央银行的角色发生了转变，不再是守护货币信用，而是成为了政府的融资工具。黄金大量流向战胜国，尤其是美国，形成了国际储备的极端不平衡。过去金本位时代那种货币锚定、黄金清算、自由兑换的逻辑已然不复存在，纸币已经脱锚，国家可以随意调控利率、印钞规模和财政赤字等。这正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米塞斯在《国家、经济与自由》一书中所痛斥的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不仅是千万人的死亡，还有现代国家对货币秩序的系统性摧毁。战争不只是破坏了城市，伤害了生命，它也彻底击穿了货币背后的信用底线。正是在这种混乱的背景下，一种新的经济学派开始崛起，它就是凯恩斯主义。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战后迅速走红，因为他提出一个大胆的观点：
市场不是自我调节的，政府应该逆周期进行财政干预，在经济萧条时扩大支出，在经济过热时收缩预算。在货币层面，凯恩斯主张政府拥有货币发行与调控的主导权，而不是交给市场与黄金。与其说凯恩斯在理论上找到了恢复经济的优秀方案，倒不如说他是个出色的心理学家，因为他提出的这一套学说正好契合了当时各国政府的心理。在经历了战争财政之后，当权者发现只要掌握了央行，控制了纸币，政府可以变得无所不能。凯恩斯理论为这种主权货币提供了学术合法性。从此，货币不再是一种中立的价值尺度，而是一种可以随意打扮的政策工具。这是一个巨大的政府管理范式转移，从金本位的硬约束走向纸币本位的软调控，从市场自发秩序走向国家主导干预，从限制政府信用膨胀走向赋予政府无限货币主权。如果仔细分析凯恩斯主义的核心逻辑，不难发现，虽然它起源于英国古典经济学传统，但是在操作手段上处处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的鬼影。他们两者都主张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以及国家权力的扩张。从根本上来说，凯恩斯主义必然会导致国家的集权化，以及人民对自由和权利的丧失。奥地利学派一直痛批凯恩斯是自由市场的掘墓人，就是这个道理。金本位崩溃之后，全球资本流动也进入了漂泊时代，没有黄金作为清算锚定，各国货币汇率大幅波动，国际贸易成本上升，资本开始流向低监管、高回报的灰色地带，这也加剧了各国之间的金融不信任。为了自保，越来越多国家实施资本管制，试图人为稳定货币体系。但没有了黄金的制约，这些人造稳定往往是虚假的，背后其实是国家权力在操控市场信号。而正是在这场全球货币秩序的剧烈动荡中，美国悄然崛起，准备打造属于自己的货币规则。这一切的序幕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中徐徐拉开。我们回头再看这一段历史，会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导致的一个极为深刻的转折，人类第一次大规模的将货币发行权从市场信任体系中夺走，交到了国家权力手中。这场战争不仅终结了金本位，更开启了一个无锚定货币的世纪。没有黄金的约束，没有市场的清算，毫无道德底线的纸币发行，这不仅重塑了经济结构，也改变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平衡。如果说战争撕裂世界是人类的无奈，那么国家用战争之名合法的摧毁货币信任，就是不可饶恕的原罪。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摧毁了经典金本位，政府滥发纸币应对战争，导致全球信用体系崩塌。战后，各国试图恢复旧有秩序，但他们找回来的不是那个原汁原味的金本位，而是一个打着黄金的幌子，实则挂羊头卖狗肉的新制度——金汇兑本位。这个制度不仅没能恢复信任，反而成为了现代货币混乱的前奏，甚至间接引发了大萧条。我们今天就来讲清楚金汇兑本位为何失败，它又是如何一步步将世界推向经济崩溃的边缘。战后，各国普遍意识到完全恢复经典金本位已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战争期间，各国早已耗尽黄金储备，大量黄金已经流入了战胜国，尤其是美国手中。而多数欧洲国家，尤其是战败国德国，连基本财政都无以为继，何谈黄金结算？为了挽回国际信用，维持汇率稳定，各国推出了一种妥协型金本位——金汇兑本位制。它的核心逻辑是这样的：国家不再承诺民众可以拿纸币兑换黄金，而是改为只有央行或政府之间可以用本国货币按固定汇率兑换黄金或黄金储备货币，比如美元或英镑。听起来好像金本位还在，但实际上这种制度完全丢掉了金本位最重要的两点：第一，货币与黄金的自由兑换权利；第二，市场机制对政府信用扩张的制约。简而言之，这就是一个空壳金本位制度。老百姓再也不能拿纸币去银行换黄金，只能信任国家说我这钱背后有黄金，可你永远也见不到那个黄金。所以奥地利学派称之为货币脱锚的合法化。1925年，英国在财政状况并未恢复，国际收支持续赤字的情况下，由财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推动，宣布恢复金汇兑本位。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回归秩序的姿态，意在重新确立英镑的国际信誉。但实际情况是，英国恢复的是一个高估的汇率水平，
即用过于昂贵的战前黄金比价来支撑英镑，结果导致英国产品出口竞争力严重下降，国内产业空心化。当时米塞斯和许多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都指出，这是一种人为扭曲价格信号的政治决策，完全违背了自由市场原则。英国此举不仅没有恢复信心，反而拖垮了本国经济，失业率飙升，工人罢工潮不断，国际资本对英镑的信任开始动摇。与此同时，美国因在战争初期保持中立，向欧洲输出商品和贷款，吸收了全球约40%以上的黄金储备。这种严重的储备不平衡，直接破坏了金汇兑本位的稳定基础。其他国家的纸币本质上只能以汇兑权来兑换美元或英镑，而这些背后黄金的实际控制权却越来越集中于美国手中。也就是说，全球货币系统已经悄然变成了美元本位的金汇兑制，而其他国家则成为了这种美元黄金秩序的被动接受者。这套制度看似依旧维持着金本位的外壳，实际上早已沦为政治操控的货币游戏。正如哈耶克后来所批评的那样，人为维持的汇率与货币制度，最终只会成为国家政治操控的工具，而不再是服务市场的规则。金汇兑本位的最大问题在于它不是天然稳定的制度，因为国家保留了印钞权，却不再接受市场的约束。简单来说，政府都希望同时拥有以下3种东西：第一，维持与黄金挂钩的国际自由市场信誉；第二，可以随意印钞刺激经济的货币主权；第三，通过汇率干预推动出口，从而实现经济与就业的增长。但问题是，这3者是不可能兼得的。你要维持金本位，就不能随便印钱；你要刺激就业，就必须大量印钱；你要操控汇率，那就不是自由市场。于是，各国纷纷陷入进退维谷的状态，不得不在金本位与国内经济之间反复摇摆，频繁干预市场信号。这也为接下来的灾难埋下了伏笔。随着1929年美国股灾的爆发，全球经济开始剧烈下行，各国在金汇兑框架下无法通过货币宽松来刺激经济，因为挂钩黄金这个设定压死了利率和货币扩张的空间。英国率先顶不住了。1931年，面对黄金大量流出，资本疯狂逃离，英格兰银行终于宣布彻底放弃金本位，这标志着金汇兑制度的正式破产。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其他国家也纷纷跟进，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原本坚定的金砖集团国家也陆续放弃金本位，改为货币浮动与资本管制。到1936年，整个世界已经彻底脱离黄金锚定的货币时代，进入一个无锚定、无信任、依靠国家调控的信用货币时代雏形。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会发现，金汇兑本位并不是金本位的回归，而是金本位被篡改、被政治化、被国家权力操控后的残次品。它的失败根本原因不是市场因素，而是政府不愿接受市场规则，又妄图从市场中获取信用。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深刻地指出，市场的秩序来自于自然规则，而不是人为控制。人们越试图用人为手段稳定市场，最终只会摧毁市场自身。金汇兑本位的崩溃过程，正是国家对货币的控制欲全面取代市场约束力的过程。金汇兑制度的失败，彻底暴露了这样一个现实：当黄金不再流通，当纸币无法兑换，当汇率变成政府手中的工具，所谓的金本位也就只剩下表面的政治粉饰而已。它不是自由市场的失败，而是国家干预的胜利。胜利的是只看重短期稳定的印钞通胀和货币操控，是用印出来的钱给人民发福利，从而获得支持率的所谓选票逻辑。而失败的是千百年来黄金所承载的自由、信任与秩序。这场制度崩塌，为后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埋下了伏笔，也开启了现代美元本位霸权的漫长序章。当我们回顾20世纪的全球货币演变，1944年无疑是一个决定命运的转折点。这一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一座山间小镇布雷顿森林，44个国家的代表齐聚一堂，他们试图为一个被战争摧毁的世界重建一套稳定的经济秩序，而他们构建的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要理解这套体系为什么重要，就必须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前一节我们讲到，金汇兑本位制度在2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全面失败，国家对汇率和货币的操控摧毁了市场信任，这也是美国大萧条的原因之一。在1930年代的萧条和混乱之中，世界逐渐意识到，
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稳定的国际货币秩序，各国的竞争性贬值，资本外逃与贸易保护主义将导致更深的经济灾难。世界迫切需要一套新的货币规则，一种能稳定汇率、重建信任，同时又适应现实权力格局的货币体系。这时，舞台上的主角已经不再是传统的欧洲列强，而是新崛起的超级大国——美利坚合众国。到了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虽然战火尚未完全熄灭，但未来世界的权力格局已在硝烟中出现轮廓。欧洲在战争中几近崩溃，英镑不再是全球公认的储备货币，而此时的美国掌握着全球超过2/3的黄金储备，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强劲的战争动员能力。它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既没有被战火蹂躏，又没有财政破产的工业化强国。这个时候，全球的目光开始聚焦在一个核心问题上：新的国际货币秩序该如何构建？为了应对这个挑战，1944年7月，来自44个国家的代表齐聚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小镇，召开了一场决定全球经济未来数十年的会议——布雷顿森林会议。这场会议的目的十分明确，建立一个可以在战后维持全球贸易稳定，避免再度陷入货币混乱的体系。会议的核心议题就是如何设立一套新的汇率与支付制度。面对各国财政状况的严重不对称，大家最终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既然黄金分配极度不均，重启真正的金本位根本不可行。那么，是否可以让一个强大、可信的货币来代替黄金，成为全球新的清算中心呢？答案几乎毫无争议，这个强大可信的货币就是美元。美国代表哈里·怀特主导提出方案，由美元作为全球货币体系的中心，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而美元则与黄金挂钩，维持每盎司黄金35美元的固定比价。简单来说，就是建立一个美元和黄金双锚体系，用美元来做全球的交易媒介，用黄金来维持美元的最终信用背书。这一制度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它的基本结构是这样的：各国将本国货币汇率固定在美元之上，汇率只能在正负1%的区间内波动，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需要央行入市干预。只有美元拥有与黄金的兑换权，也就是说，各国央行可以用美元向美国政府按固定比价兑换黄金。从制度表面上看，金本位似乎还活着，但实际上，黄金不再直接流通，普通人无法接触，兑换权完全由国家控制。这是一套2层锚定的货币结构，底层是各国货币盯住美元，顶层是美元锚定黄金。美元成了唯一一个具有黄金代理权的货币，这也意味着美国获得了全球货币体系中的核心特权，它可以印制世界所需的美元，用以购买外国商品、投资、军事扩张，代价是印刷成本、黄金储备和一个国家的信誉。与此同时，布雷顿森林体系还创造了2个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一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另一个就是世界银行。IMF 负责维持汇率稳定，提供短期信贷支持，防止汇率危机，而世界银行则负责战后重建贷款，促进全球基础设施的恢复与发展。这些机构的设置表面上是为了全球经济稳定，实际上确保了美元在制度层面的中心地位。这2个机构的功能，我们在后面的内容里还要详细解释。从此以后，国际贸易的清算、跨国资本流动，甚至外汇储备的配置，都必须以美元为核心。这一制度安排不仅让美国牢牢掌握了全球金融权力，也在悄然塑造着现代美元霸权的雏形。然而，从奥地利学派的视角来看，这一切并不像表面上那样秩序井然。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与莫里·罗斯巴德一直警告，布雷顿森林体系并非真正的恢复了金本位，而只是最终抛弃金本位，建立法定纸币制度的一种过渡形式。他们认为，这种所谓新的金汇对峙，实质上已经变成了一个高度中心化、依赖政府信用的隐形纸币本位。哈耶克曾直言，如果一个制度允许政府无限制的印钞，同时又不允许公众直接兑换黄金，那这还叫金本位吗？这顶多算是政府对黄金的一种垄断权利，而不是真正的市场货币体系。罗斯巴德更进一步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根本弊端在于，它创造了一个伪装成金本位的信用货币帝国，一个只有美国可以兑换黄金的特权王国。只要其他国家不敢挑战美元的霸主地位，美国就可以不断印钞，输出通货膨胀，而其他国家则只能被动承担美元波动所带来的后果。换句话说，
一旦美国开始滥发货币，就等于全世界货币同步贬值。从这个角度看，布雷顿森林体系并不是一个中立的全球货币制度，而是以美元为轴心的霸权机制。当然，在制度初期，这套体系确实带来了一段相对稳定的黄金年代。从1945年到1960年代中期，全球经济快速增长，贸易自由化稳步推进，国际资本流动受控，汇率保持稳定。布雷顿森林体系在表面上确实完成了它的使命，稳定了战后货币体系，防止了大萧条式的灾难重演。但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它能否暂时成功，而是它能否持续运转。哈耶克和米塞斯早已预见，一个将货币锚定权集中于单一国家手中的制度，终将走向失衡与崩溃。因为只要权力没有约束，国家就一定会滥用它。美元虽然声称锚定黄金，但这颗锚是否真的牢固呢？美国是否愿意长期维持黄金的比价？如果全球对美元的信任出现裂痕，又将发生什么？这些问题，布雷顿森林体系并未真正解决，它只是将它们延后了。而这枚制度性的定时炸弹，在1971年8月15日终于爆炸，那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和美元彻底脱钩黄金的历史拐点。但是在讲解这个拐点之前，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是世界货币秩序中最重要的一场重构，它将全球带入了一个由美元主导、黄金作为吉祥物、国家信用作为实际支撑的新时代。而这一制度表面上的平衡，其实已经埋下了纸币时代爆炸性通胀与霸权性输出的伏笔。